大家好，我们是手作森林，我是无尾小 Miki， 我是 Rosa 小白兔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一个就是千元缝纫机的开箱系列。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弹。那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，就是这个 Brother 的 GS1710这台缝纫机哦。因为这台机器其实我们已经热卖很久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拍开箱文，我觉得很可惜，所以我们今天终于拍了。那其实有很多人会问我们小编说，这台到底新手能不能入手啊？有没有新手推荐的机型呢？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实际上操作给大家看这台，然后会让大家知道它大概优缺点在哪里哦。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的外观，我觉得白色还蛮实搭的，然后这边有一点Brother蓝。对，我们多了一个色号叫做 Brother 蓝，它不是土耳其蓝，它是 Brother 蓝。没错，就是然后这个贴纸是可以撕掉的。对啊，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它的形状是非常的四方的，因为有一些缝纫机不知道怎么了吼。如果你说做的是一些复古造型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，但有一些形状真的是，其实我自己买东西啊，有一点外貌协会啊，我个人，我也是，就是对于买东西，对于颜色啊，或者是形状，有可能功能都一样，但是你就会挑一个好像贵了200块，但是你就想要那个颜色，就是放在家里不会违和，不然每次拿出来都觉得好想赶快收起来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来看一下这一台呢，它有什么配备哦。那首先呢，就是这个机身嘛，一定要有机身本人。对，那你打开的时候呢，它里面就已经会附一个这个万用压布脚在这里，然后还会有它一根14号的车针，这个是你打开之后它就已经附在机器上。那梭子有附吗？梭子的话另外给。那剩下还有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一个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电源线跟踏板。那它电源线跟踏板是连在一起的哦，连在一起的。因为有一些机器啊，它是分开的啊，那你有可能就是不小心弄丢了一条，然后而且那单买都很贵，然后就找不到了，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配备，它是连在一起。再来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工具包，打开来看一下。首先它里面呢会附这个4颗空的梭子，那这种呢是塑胶的高梭，所以如果你们就是在买这台机器想要再补梭子的时候，记得要买这种塑胶梭。那一般呢有一些是金属的嘛，就是如果你会看到一些金属的梭子，那是属于仿工业跟工业型的车子在用的，所以如果是这种家用型的，一般我们都是用这种塑胶梭。那再来呢，它还有附几个除了万用压布脚以外的压布脚，第一个就是这个是一个缝扣眼的一个压布脚，那压布脚的话，我们会另外再有这个影片跟大家介绍如何使用。那它除了开扣眼之外呢，它还有一个这个是拉链压布脚。那你可以，因为它很窄，所以你靠着边边车拉链的时候，比较不会车到拉链的齿。然后它是做透明的，所以看得蛮清楚的。对，就是你还可以看到下面布的缝缝的地方。然后这个才是缝扣子的压布脚。很神奇吧？它是缝扣子用的哦，就是你可以直接，它的针就会这样左右，就是帮你把扣子那2个洞给车起来。然后它有附一个这个补缀板，那主要呢就是补缀缝呢，它是一个，譬如说你的牛仔裤上面啊，或是衣服上面有破洞啊，或者是你下面可能没有那块布，它可能是一条细缝，有些人就会把它这样车起来嘛。那这个板子呢，就是在辅助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缝补那个破洞的时候用的一个板子。对，就因为底下有那个送布尺嘛，那你没有这样送布尺，就是靠着那个，它就不会一直拉到底下的线。对，因为他们其实每一台机器的那个做法都是差不多的，所以我们会集中呢跟大家教学，好吗？那还有，它就是还会再附一个这个可以转开压布脚的扳手。可以转开，就是你要换压布脚的时候，可能需要转一些。以前我们都会用钱但是对，就是因为你知道台币的1元它非常厚，所以我都用日币的1元，它就是刚好。这边啊，就是你可能就是板子下面需要打开啊，或是你要转这个压布脚下来的时候，就会需要用到这种扁扁的。那我建议就是底下这个板子，平常你不要打开它，因为你会有可能装不回去。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想要清洁的时候，就找我们就好了。对，我们也有在帮大家就是做一些维修的服务哦。然后最后呢，它就是还有送2包这个针哦。那其中1包这个蓝色的呢是14号针，然后里面有3支，它只有送14号而已哦。而且这个是原厂针这是原厂针，棉麻跟棉布都适用。对，都适用。那如果你要再车更薄的，可能就是要再另外再购买，可能11号针或者是数字越小越细。对，但是你知道我常常很懒，我都拿这个车2重纱。其实2重纱我也是用这个车，对，因为就是换来换去觉得很麻烦，就是用这个。我真的会换的可能是
更薄一点的，有点像那种真的是纱的那一种，这个单层的，然后就是薄纱什么，我才会换成那个。不然其实这个我觉得也 OK 车，它就是可能洞会稍微比较大一点，所以就是看你自己。如果你觉得没有差的话，其实就用这个就好，不需要。而且它的那个自动穿线非常好用，所以就是直接就可以穿过去，其实不太用眼力。对啊，然后它还有附一个这个比较特别，它是一个双针的，所以它这个可以再另外又做一个双针的，就是车缝。那双针一样，我们就是另外再跟大家介绍。对，因为双针单价很高，大家好好保存，因为它送这个我觉得还算。因为其他的机台没有送这个双针的，所以我觉得也蛮特别的。它居然送了这个双针的这个针要给大家，疗愈小物，疗愈小物。哦，还有一个。这个呢，就是也是一个辅助的轴哦。那主要辅助什么呢？它像这里有2个可以插线的地方嘛。那这个就是原本我们在车的时候拉起来会是这种长的。那这个呢，就可以把它插在这里。双线、双针用，你就是双针用的时候，通常双针呢，它就是用2个颜色的线，然后来做一些车缝的那个效果。因为我们以前都拿马克杯，就是另外装另外一颗线，然后从这边拉上去。但是这个的话就很方便，就不会整个地上都是马克杯。真的，我以前会用马克杯。对啊，那其实这个啊，就是只适合用小颗的线啊。因为如果我自己在家里车大颗的，如果你们很常车东西有买大颗的线，就是真的可以把它放在马克杯，然后就放在这个机器后面。对对对，非常好用。对，然后就放在马克杯。再来，我们也会出我们自己的马克杯。我刚才打开，里面还有附一个缝纫示范 DVD， 我相信大家家里可能都已经没有 player 了。你们就看我们介绍使用就好了。然后里头有一些缝纫示范，然后还有一本，它好像是就是教你做一些小物的。对对对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些纸型哦，就是教做一些包包的纸型，我觉得还蛮不错，因为它好像是英文版的，是英文版的。其实如果你看得懂图，我觉得应该也 OK 啦。那除了那个，它还有就是一张简易的使用说明书，这个是有多语言版本的。其实这张应该就够了。对，这张其实你看完，你基本上功能都已经会用了，但我们等一下还是会实际上操作给大家看一下哦。那这个它这边其实都会写得很清楚。这个之外呢，那还有一本就是很详细的说明书，然后是繁体中文的，包含就是你怎么样安装会是错误啊、正确啊，它其实都会写在上面，所以其实是非常详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还有附一个很简易的防尘套吗？防尘套就软软薄薄的啦，好不好？我想要打开来看。来，我们打开来看一下。来，它这个。防尘套就是这样软软，它真的是很薄哎，我觉得也好，就是不占空间。对，然后它单纯就真的只是一个，因为像有一些刮的机型，它是硬壳，其实那个壳子都一直被我丢在阳台，因为它就是不会用到。对，因为硬壳其实硬壳主要有可能会有一些保护作用，但是如果你单纯只是防尘的话，这个其实就够。像很多拼布老师，他们剩下他就会拿拼布去做一个毯子，有没有？毯子。然后就把它包起来。然后像你们这个脚踏板也可以收在里面。对，脚踏板呢，我们通常会放在这个空洞，然后就是整个盖子就是不会找不到脚踏板。对，整个把它盖起来。OK， 那它这一台呢，还有一个就是还有这个，它这个可以车间线巧臂，巧臂。对，它有这个巧臂的功能，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盒子拆下来，这边呢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有没有可以套袖子，可以。过去的地方，那你就可以车袖子或者是车裤管啊什么的，都会很方便。要不然你如果不车，它全部绞在上面啊，对，其实很难转弯哦。那这个巧臂除了拆下来之外呢，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附加的，就是你们可以另外再去加购一个这个辅助桌，专用的辅助桌。这个辅助桌主要就是加大你的这个作业空间哦。就算加上原本这个巧臂装回去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空间而已。那像有时候你在车一些比较大的物件啊，它会一直从这边掉下去，然后你在车的时候可能就会被拉扯，你就觉得奇怪，你车的时候好好，但是拿起来看的时候，发现它其实已经歪了。因为布就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弹性，所以它就是会受到你拉扯。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可以这样子装下去，然后它的脚可以打开，这样它就可以这样很稳的站在这里。那这个辅助桌呢，是它这个 GS 系列是通用的哦。那这个 GS1710的话，因为它这里比较小嘛，它这边有一个板子。多一片，对，多一片，这是需要另外再，我们是已经装好了啊，这是需要另外这蛮好装的，装上去，就是后面锁2个螺丝，就可以把它装上去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实际操作使用给大家看喽。那我们现在来仔细看一下它的功能哦。它的花盘看起来是有17个。然后我们待会都会把花盘拿出来试车，那当然有一些就是可能定点回针或者是靠左边车。这边是调那个针的松紧，
就是张力的部分张力，然后这边是回针。它的回针长好可爱哦，对，它是这种按压式，因为有一些回针呢，它是那种按钮的，有时候我都会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按到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这种按压式的，你会比较有感觉，就是你有确认你在做回针这个动作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就大家逆时针做常常会忘记的，还有帮你提醒做提醒贴纸。第一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线柱给拉起来哦，然后呢把线放上去，我们可以依照它上面虚线的顺序做操作哦。第一，从这里过来。把线勾起来，然后在这里打一个交叉。然后2呢，我们必须先把它卷到梭子上面，这是一个小配包哦，就是我们可以在这边呢先卷到梭子上，绕个几圈。绕完之后呢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洞，再把这个线头从洞里面穿出来。然后来到这里第3步，从这里穿出来之后，4把它放上去，往这里压。你们看到往这里压。那大家要注意呢，在卷之前呢，如果这里松松的啊，记得把它往后拉紧哦。前面这条往后拉紧。然后呢，建议大家在踩之前呢，这个还是稍微先拉一下哦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踩喽。那这边可以看到呢，它有一个柱子挡在这里哦。那当你踩到它卷完卡到这个柱子的时候，它就会踩不动，踩不动的时候就是完成喽。你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已经有点转不太动喽，这样的时候就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就可以把线剪掉喽，然后把它往回掰，这样就完成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穿上线。那上线的话呢，可以依照它实线的方向跟顺序来做操作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地方呢转到最高点，转动这个手轮把它转到最高点，然后再来1、2，往下，3往上，往上的时候靠右，4往左，往下。5下拉之后呢，从这里穿进去。那要确定线有在这里跑才是成功哦。第5步骤结束之后呢，我们要来穿线哦。那第1步呢，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压脚放下来，然后呢，记得针位要转到最上面，一样转动这个手轮，然后把这个自动穿线器往下拉，往前。线呢，我们从左边开始，卡在这个卡榫。然后再往后面右边这个卡榫，那这样子呢，记得拉的时候呢，不要死命拉超紧哦，我们就是有拉住卡住就好了。然后把这个往后搬，它就穿过去咯。那梭子卷完之后呢，我们把它放到梭壳里面，旁边呢有顺序可以做参考哦。那最重要的是呢，我们这个进去的时候呢，线要存逆时针的方向哦，逆时针。然后第1步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压脚拉起来，再来把壳打开，照逆时针的方向放进去。那重要的是呢，这里有一个卡榫，要从这里卡过去。往上绕过来，它这里有个自动切线的地方哦，这样就完成咯。然后再把盖子盖回去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花盘呢，总共有17种哦。那1号呢，这个是一个开扣眼的花盘，那开扣眼的功能跟做法呢，我们会有另外介绍的影片哦。那从2号开始到6号呢，它是一个调整指距的功能哦。2号到6号，如果你想车的宽一点呢，就是转到6号；想要车的比较窄一点的话呢，就是2号。
那一般我们在车缝的话，大概是用2号或3号来车缝哦，又看你的习惯来做调整。那7号呢，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偏左的针位的花样哦。那它其实跟5号是做搭配的。如果你在车缝一些抽皱的时候，需要车2条疏缝线的时候，就可以用5号跟7号。这个说明书里面都有写哦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那从8号开始到17号才是它的花样哦。那其中这个8、9、10呢，我们比较常用的是拿来做一些简易考克的功能。那简易考克的话，我们一般比较会常用的是这个9号的这个宽度。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实际车缝出来的样子哦。那11号这些呢，可能就是一些缀补的时候在用的功能哦。那剩下这边呢，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收边或者是压缝的这样造型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实车看看吧。我们在车缝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这条上线啊放到这个洞里，然后推到后面。你看这2条线都在后面，这样比较不容易绞线。然后我们现在做那个帆布，我把帆布对折，所以是2倍厚哦。然后我来试车看看。然后回针，这声音听起来蛮有力的。声音听起来蛮有力。好，这好像还 OK 耶。然后车完就是旁边又可以自动，对，然后你就是头尾剪。你要如果喜欢那个头尾回针的话，就头尾可以回针那样。这是2重纱，很细，我好紧张哦。那如果你们2重纱其实可以换比较细的针，像11号、12号比较细的针。那我们这个是用14，它附的原厂附的是14号，因为大家可以去可以购买就是车泊布用的。看起来也是抽得很平整，还是老师功力很好，好直哦。对啊，没有你就靠边车。下一个来车豆豆布，豆豆布其实蛮厚的，因为在这个凸起的地方。看起来也是送的蛮顺利的哎，而且它没有那个卡在那里。有时候有一些厚布它会不行车的人哈，你看。对啊，它就是有点被毛吃。它现在这个不是跳针哦，它是被毛吃在里面。对，因为它太细了，所以被。那一般啦，其实我们不会从正面车啦。对，我们从背面车，其实是完全看不太到的。那我们是特别用深蓝色，让你们看得比较清楚。那我们现在来车缝棉布哦。非常美耶。就是一般棉布就会这样很美，所以其实光是这几样就可以做很多作品了。对啊，那我们最后再来试一个，一般如果在家里啊想要做简单的围兜啊或者什么时候，中间会需要夹到这种铺棉有没有？或者是你车一些口巾包，是不是不需要均匀？但是如果就是要用均匀压布脚的同学可以用，就是可以加购就是。而且它也没卡住哎。对啊，不错哦。好美哦！对啊，其实它车起来完全，而且它没有卡住，正面反面看起来都很正常哎。哇，所以它其实是可以直接夹车这个棉的。对。所以如果你们一般在家里面呢，就像我刚刚说做一些宝宝用品啊，像平安福袋啊什么的，都会需要用到这种夹车棉的时候，就是这台其实也是蛮可以 handle 的哎。那我刚才是把那个张力调到3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会来试车，大家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它能够车到多厚的程度呢？我们就用我们这个最厚的这块帆布来试试看哦。我们现在呢，先来夹车4层哦，4层。那我建议4层的话，我们针距调到3好了，比较安全，因为2有点太紧了。回针看看，回针，听起来声音是还行，完全 OK 哎，完全可以哎，完全可以耶，4层车起来。对啊，可以耶。哇，那我们现在再来挑战下一个8层。我们现在是4层加在一起 ，OK。我好紧张哦，好紧张。然后我们慢慢车，好不好？我们通常这种厚的布啊，不建议大家一次油门吹到底哦。就是还是一样慢慢踩，然后看一下感觉，它推得动，你再继续推哦，好吗？慢慢车，我们眼神交汇了一下，回声看。OK，天哪！
它看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是可以车的哦。那通常它的针会是从这边下来，然后这两边它会跑这2个，就是这个凹槽的地方，左边跟右边，所以大概是对右边的这个凹槽的地方，布对在这个布的线嘛，对在那个凹槽的地方。布边，我来试一下啊。哦，其实我觉得还 OK 还 OK， 但是这稍微要练一下，就是手不能歘。对啊，因为第一呢，你布可能要剪直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对，然后第二个是要对齐。你车缝的时候呢，就是要对齐，要不然其实车起来感觉还不错这个9车出来蛮美的说真的。我觉得这个 size 差不多。OK， 那这边呢是我们刚刚用车出来所有花盘的花样哦。从这边开始是7号、8号、9号、10号，一直车到17号。其实我觉得车出来的花样就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可爱对，真的蛮美的。而且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建议大家自己去试车哦。你车出来之后才会知道它的感觉是什么，你就可以想说可以用在哪里。那偏布老师有没有推荐什么东西可以用？我觉得那个车像你们如果像接缝处就可以车这个哦。那通常接缝处它是正中间，所以你要找左右对称的图形会比较好车。原来如此。那左右不对称图形就是比较危险，所以比较适合在边边。像那个我喜欢的那个花样，就是这个花样，就是这个花样。对，它就适合做在衣服的裙摆啊之类的，它就不适合做在中间的部分。有没有像这个？如果你这样看啊，它就是这样看好了，它就会是一个很可爱的波浪对啊，这我车的给我拍拍手。然后171年我们也可以制作像这样子一般居家的小物，像抱枕啊，其实对171年来说就是用左手侧一侧就可以很美。用左手没有办法，你可能还是要这样子慢慢的。对，就是很简单，就是大概2个小时就可以做完哦。OK， 以上就是我们的实测啦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是实际上车缝之后发现，我觉得它真的是 CP 值非常高的一台机器，因为它本身我们现在售价是5800块样子，对，都还不需要6000块，然后你就可以拥有这么多功能。那虽然说是基本的，但是就是该有的还是有嘛。那它指距呢可以从这边调整之外，然后它可以调整张力。那重点是呢，我觉得它车缝的功力非常的好。对，就像刚刚看到，还有车薄布也 OK， 而且后部超级厚。对，总共可以车到8层的帆布。帆布。对，其实我车的时候我很担心，针也没有断，然后车子也没有晃，也没有哀嚎。对。通常都会这样有声音啊，就是没有哀嚎，我觉得蛮棒的。对，但不过我们的帆布用的不是最厚那一种，还是要跟大家就是说一下，我们用的大概是11号的吧，那个厚度是11号。对，但11号其实我们一般平常做包包啊什么都已经够用，还很够用了。我有想不出来你还可以再车什么更厚的东西嘞。对啊，应该没有了。现在兄弟牌有那个保固2年，那我觉得这台机器可以保固2年，而且全省维修的话非常的方便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所以它的东西的品质呢也有一定的保证，一般正常使用，然后有做定期的保养清洁的话，它其实可以用的年限是非常非常久的。而且他们偶尔会有活动，就是做就是旧机折抵折他们自己的机器，我觉得也蛮划算。对，就是如果你到时候啊，你想要升级更高级的机器的时候，你都可以拿他们原厂的机器去做一个折抵哦。然后其实这台也不过才5000多块钱，依照我们的经验啦，折抵都是2、3千块在折的。其实想要开始玩缝纫的人来购买这台机器，因为基本的功能你都有了，那其实你一开始你也做不了太难的东西啦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其实小孩子啊，如果寒暑假在家，我也蛮推荐这一台的，因为它就是对小孩子来说，他手很小也是很 OK， 他就转那个轮或什么都不会太吃力。总而言之，我觉得综合以上的这个评分，我觉得可以到达8.5。我给8，你跟我一样对啊，我讲85是一样的。对，我就是10分里面可以给到8.5分，就是车起来又还蛮有力的。我们这台机器现在买会有赠品，那赠品我们会留在底下的那个留言处，底下的留言处这样。那如果说呢，还想要看什么其他的机器开箱的话呢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。那我们之后呢，也会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1000元的缝纫机。哇塞，居然这么有默契！
对，因为我们已经合拍好几次都失败，所以这一次终于。对，我们就是会有再陆续开箱其他1000元的缝纫机推荐给大家，那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来做选购哦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那我们下礼拜见，拜拜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Rosa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。